演员演戏是需要信念感的，因为表演的核心便在于相信。相信剧本里发生的一切，相信就是角色本人。在有这两个心理建设之后，共情人物，产出情绪就容易很多了。而仙侠剧所需要的信念感则要多得多，因为拍摄现场有时候没有对手演员，没有华丽的场景，甚至没有一份完整的菜品，一片绿幕布置好，一切全靠演员自己想象，想自己身处仙境，想自己居上飘飘。当剧组的经费有限，道具不多，或者只能用后期特效做时，仙侠女主们开始假痴，橙子紧密的两位扮演者发挥是不分上下的，而赵丽颖的表现则是惊艳四座的程度。杨超越喂尝果子却做出美味表情，慌张做饭很写实。杨紫咬下松尾鸡腿很敬业，在橙子第3季开头拜入师门3年，却一直待在山峰之上不能出去的虫子，终于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，在撒娇求得师傅的允许之后，兴冲冲逛着，却不想遇见了与自己一同考进来的男配。在他的建议下，两人前往鲜果林宛若新生的虫子，因为好吃的本性，一下剑就摘了个果子。等男配一回头，他已经一口咬下。从后续的特写可以看出，在剧情设定里被粽子吃了一口的果子，其实还是完好无损的模样，可见这道具大概是不能吃的。所以在不能动的情况下，杨超越只能靠表情演绎出尝到美味的感觉。他做事惊了一下果子后，微微嘟起来抿住，嘴唇蠕动几下，下巴随之而动，而后双眼直溜溜地看着手里捏着的果子，长叹一声，重重地点了下头，随即感叹好吃。虽还能看出点假吃的意思，但总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毕竟她演的本就是个心思单纯的小女孩，做个饭都能慌里慌张地找厨具与调料，皱眉摇头模样够写实。同样是养性美女，杨紫在香蜜中啃的那个鸡腿，虽是真的，可因为拍摄是在夏天，刀具放久了自然就坏掉了，所以其实是不能吃的。然而她是够敬业的，拿起鸡腿，先是形容了一下它的美味，而后狠狠一咬，开心得眼睛都要飘上天了，最后还不忘舌头舔舔。从细节图上来看，再馊的鸡腿，他也是真的啃下来一点的，并不是真的一点没吃。赵丽颖无实物表演吃包子，小吃货表情对位，意念感再现，最后登场的便是与无实物对战，每次都能获胜的赵丽颖啦。她在花千骨里那场吃包子的戏，不知道为啥剧组就是要偏偏后期加特效，导致赵丽颖只能装作眼里有美食的感觉，从霍建华手里接过筷子，而后摆放在自己面前，正常的吃了一口，用表情管理做出嘴里塞得满满的样子，配合上笑成月牙的双眼，小吃货的表情就对味了。这不是他第一次分神，在之后的蜀山战记中，画面里甩得很漂亮的鞭子，其实也是后期合成的。真正拍摄时，赵丽颖手里只有那个把，对面也没有人站着，在无对手无实物的情况下，他要多次做出手里有中药能打出劲儿的那股子猛，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。但好在他是肯钻研的，有鞭子甩出去之后制空感，身体也有被惯性所扰而抑不住后退的后仰感。如果不知道前提的下，还真的可以他拿了个鞭子就在打。如此厉害的打戏基础，难怪与奋行拍摄时，观众纷纷表示，既然女主是战神级别的，那可千万别给她安排敷衍的武打，要打就真正自己上。观众对赵丽颖的自信，使得她能称王。